普京访问过后呢，乌军使用了姚明无人机空袭克里米亚，这个梗只有中国网友才懂。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在普京访问过克里米亚之后呢，乌克兰军方迅速策划了一场反击，利用无人机和无人船只对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发起了袭击。而所幸的是，俄罗斯防空部队做出了及时反应，立马摧毁了这些无人武器，并没有造成军舰以及人员的伤亡。但俄军在打扫残骸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并且与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扯上了一些关系。那么在俄军公布的残骸照片当中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架无人机上涂装了中国前 NBA 的巨星、现任的篮协主席姚明的表情包的贴纸。另外在无人机桨叶上也清楚地写着美国品牌的缩写。经验证的生产该无人机的工厂位于美国的新泽西州和加州。而基于此，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一架带有姚明表情包的美制无人机空袭了克里米亚地区。那么在消息被传开之后，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外国网友都在调侃这件事儿，大家热议的点在于为什么姚明的表情包会出现在无人机上。而对于广大外国网友的疑惑呢，中国网友则给出了答案。有中国网友表明，这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懂的谐音梗。在中文当中呢，姚明可以谐音成要命刚好中国有部经典电影中有一款终极武器就叫做要命3000，所以从迷信角度出发贴上姚明的表情包，似乎是打算让姚明保佑提高美制无人机的杀伤力。但这一切加起来呢，仿佛都在暗示美制无人机的可靠性好像并不像美国说的那么好，不然乌军也不会如此的迷信。那么再说回来，面对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并且使用的还是美制无人机，俄罗斯方面也表现得很愤怒。目前呢，已经有俄罗斯安全的官员呼吁俄罗斯当局采取最激烈的抗议。而除此之外，俄军也对乌克兰进行了新一轮的空袭，乌克兰的敖德萨与哈尔科夫等多个城市再次响起了防空警报。谐音梗我们说完了，最后再来说说观点。很多人都清楚呢，俄总统普京前段时间访问了克里米亚与马里乌波尔这种做法本质上呢，就是在向外界表明他本人无觊觎海牙法庭的拘捕令，并且也是在安抚乌东四地的民众。而对这些新加入俄罗斯的民众表现出俄罗斯政府的重视。也正因如此呢，在看透普京的做法之后，乌克兰政府也反应过来，才立马对克里米亚组织了一波无人机的袭击活动。这也就相当于隔空在警告俄罗斯，乌克兰呢也不会放弃对俄军所占领土的主权所以一定会收回乌克兰的固有领土。而不出所料，这种隔空的交锋接下来会更加的激烈，而这种互不相让的心理呢，也会为俄乌的谈判制造出无形的阻碍并不有利于中国推动两国和谈的进程。因此，假如我国坚决想要促和和谈，就得逐渐推动俄乌双方停火。至少要让双方承诺不能发动前线以外地区的袭击，才能有效地控制俄乌冲突不再升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